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菲律宾总统访问美国以后呢，就是签署了相关的这些协议，那就是美国要在菲律宾建设更多的军事基地，而且更多的来参与在菲律宾周边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为什么美国现在要紧紧的拉着菲律宾，并且还要组成不但是美菲之间，而且是美日菲之间的这种军事联盟呢？因为这个是和美国的整个原来是亚太战略，现在是印太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看，美国现在在就是亚太地区拼凑了美国和日本的军事联盟，美国和韩国的军事联盟，然后呢是美日韩的军事联盟，然后再扩大到哪儿呢？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这样的军事联盟，也就是从亚太扩展到印度洋，扩展到南半球。实际上它这个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推行美国的霸权，推行美国的这种冷战思维，搞大国对抗。因为它现在围堵的两个国家，一个是俄罗斯，另一个就是中国它都是在俄罗斯的就是亚洲方向和我们国家的沿海方向来进行布局。特别是这次美国在菲律宾选择的军事基地，4个新增的军事基地，有3个都是靠近我们国家的台湾海峡，实际上就是在北边，一旦台湾海有事的时候，它可以从日本调兵遣将；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南边从菲律宾方向调兵遣将。那很显然，这个是针对中国的呀。那我们再看就是他搞的这种小圈子，实际上都是拿这些国家，也就是我们周边的国家，当做美国的棋子。因为美国它并不是要和中国迎头对撞，而是说要利用这些国家比如说存在的岛屿主权争端、海上划界争端等等一些问题，来为美国充当马前卒那美国给他提供相应的支持保护，然后呢，让这些国家来在一线围堵中国。那么这个结果呢，我们说邻居是搬不走的，是无可选择的。如果这些国家就是跟美国搞成这种军事结盟，把这个矛头直指他的邻居中国的话那这个结果只能是他们自食其果，只能是当美国的炮灰。我想呢，其实菲律宾呢，他也是有苦难言，因为在美国的这种压力下，他不得不选边站，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呢，他未必能够完全按照美国的这种意图，就是给美国当马前卒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国的这一系列拉小圈子，实际上呢都是在利用就是所谓亚洲人打亚洲人，然后呢来为美国的这种印太战略或者是这种霸权来服务。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